艾丽莎是一名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女性。当她被发现在家遇害后，现场的迹象表明凶手曾与她有过亲密接触，并且物证也指向了2名男性。原本这一发现应该有助于警方快速锁定凶手，但由于各种原因，案件的进展并不顺利。最后通过调查艾丽莎的职业，警方终于有了重要发现，原来2名男性中只有1位与本案有关，而另一位只是不小心卷入其中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雄，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。该市位于加州中部，毗邻萨克拉门托河和美国河的交汇处，人口约为52万4千人，是加州北部第4大城市，也是加州的州府和萨克拉门托县的县治。主人公艾丽莎于1987年出生在加州洛杉矶县，她的成长经历比较特殊，从小生活在重组家庭，但却对此并不知情，原因主要与她的母亲尤金娜有关。大约在艾丽莎3岁时，尤金娜与艾丽莎的生父结束了婚姻。为了避免离婚对艾丽莎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，尤金娜很快带着年幼的艾丽莎离开洛杉矶，搬回了老家萨克拉门托。即使后来组建了新的家庭，尤金娜也从未向艾丽莎透露过这段经历。尽管尤金娜的善意谎言确实起到了作用，过去的10几年里，艾丽莎一直以为继父就是她的亲生父亲，所以没有受到重组家庭的影响。不仅如此，艾丽莎对母亲与继父所生的女儿也是疼爱有加，尽到了作为姐姐的责任。但是谎言终究是谎言，总有揭穿的一天。最终艾丽莎意外得知了自己的身世，而这一切仍然与她的母亲尤金娜有关。大约在2004年，尤金娜再次遇到感情问题，经历了第2次离婚。不过与上次不同的是，当时艾丽莎已经17岁，不再是不懂事的孩子，所以这次离婚对她造成了很大影响。因为难以接受父母离婚，艾丽莎开始变得郁郁寡欢，整日沉浸在痛苦之中。见到女儿如此难过，尤金娜感到非常心痛。为了帮助女儿走出困境，尤金娜便主动透露了保守多年的秘密，也就是艾丽莎的真实身世。尤金娜原本以为只要艾丽莎知道父亲只是继父，就能减轻离婚带来的痛苦，但没想到这反而给艾丽莎造成了2次伤害。自从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世后，艾丽莎不仅感觉多年的感情付出受到了欺骗，还对自我认同产生了严重困扰。正因如此，艾丽莎开始自暴自弃，逐渐沾染了吸食违禁品的恶习。接下来的2年里，艾丽莎几乎放弃了学业，整日与不良朋友混在一起，这让作为母亲的尤金娜感到非常担忧。为了避免艾丽莎误入歧途，尤金娜在2007年，也就是艾丽莎高中毕业那年，举家搬到了德州。尤金娜原本希望通过改变环境来纠正艾丽莎的不良习惯，但此时艾丽莎已经成年，并且也已经适应了过去的生活方式，所以搬家并未改变现状。大约半年后，艾丽莎就因为难以忍受母亲的约束，重新回到了萨克拉门托。由于这个决定没有得到母亲的支持，自从回到萨克拉门托后，艾丽莎便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。为了节省开支，艾丽莎首先搬进了一位朋友的住所，然后又为了快速赚钱，选择了一份不太常见的工作。然而正是这份工作让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仅仅3周后，艾丽莎就陷入了危险的境地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。2008年8月10日凌晨2点左右，当地消防局接到火警通知，位于埃尔卡米诺大街的一间公寓发生火灾，浓烟已经蔓延至整栋公寓。The fire is above my apartment. What's the name of those apartments there? Tamarind Ranch. Anybody inside? I don't know. 接到报警后，消防员很快抵达现场。由于火灾发现及时，公寓的火势很快得到控制。然而当消防员们进入起火的房间后，一具烧焦的女性尸体赫然映入眼帘。只见她脸朝下，颈部系着一条数据线，臀部微微翘起，趴在了卧室的地板上。由于尸体的状态明显异常，完全不符合火灾死亡特征，
于是消防员立即通知了负责刑事案件的警方。大约2个小时后，办案警探抵达现场。与此同时，火灾调查员也对这起火灾事故得出了具体结论。由于起火区域没有发现自燃迹象，火灾的起因被认定为人为纵火，时间大概发生在凌晨1点45分，也就是报案的前15分钟。了解完相关情况后，警方很快对现场展开调查。除了先前消防员发现的女性尸体，他们又在现场找到了2个使用过的安全套，其中一个就在距离尸体不远的地上，而另一个则被包进纸巾丢在了客厅的垃圾桶。此外，警方还确定了死者的身份，根据现场发现的证件，受害女子确定为20岁的艾丽莎。结合现有情况，警方认为艾丽莎在遇害前应该遭受过侵犯，或者进行过亲密行为，因为她的姿势暗示了这种情况，并且尸体附近还有一个用过的安全套。至于客厅的垃圾桶里为何还有另一个安全套，警方虽然暂时无法确定，但仍将其视为潜在的证据。为了尽快获得相关线索，警方首先将2个安全套送到了物证检测中心，随后又走访了附近的住户。正是在这期间，他们遇到了艾丽莎的室友，刚刚下班回家的瑞秋。根据瑞秋所说，事发那段时间，他正在加油站值夜班，并不知道艾丽莎的遭遇。不过在案发的前几个小时，瑞秋和艾丽莎曾有过短信来往，大致的内容是艾丽莎准备在公寓约会，希望得到瑞秋的同意。尽管艾丽莎当时并未透露约会对象的身份，但瑞秋认为那人应该是艾丽莎的老相识何塞。何塞是艾丽莎高中时期的朋友，两人的关系比较特殊，虽然不是情侣，但却经常发生亲密行为。当初艾丽莎的母亲搬到其他城市，很大程度上就是想让艾丽莎远离何塞。因为何塞是个典型的问题少年，艾丽莎在他的影响下养成了很多不良习惯。瑞秋的说法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考虑到现场的情况，他们认为何塞具有作案嫌疑，于是立即对他进行了询问。There's a fire that was out at Cameron Ranch Apartments this morning. Do you know anybody that lives out there? Yeah, Alicia, right? Is Alicia okay? Well, that's the other thing I was going to tell you. We also found a deceased person inside of that apartment. 何塞对艾丽莎的遭遇感到有些意外，难过之余，他向警方承认自己确实是艾丽莎的约会对象，并且两人也在案发前发生了亲密行为。So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saw Alicia? Yesterday. She had told me she wanted to see me, a little sexual session. 根据何塞所说，事发那晚11点45分，他应艾丽莎的邀请去了事发公寓约会。最初何塞打算要与艾丽莎一同过夜，因为那晚他的女友和孩子刚好都不在家。然而没想到，就在两人缠绵的过程中，何塞的女友克里斯蒂不知道从哪得到消息，突然给何塞打了电话。不仅如此，克里斯蒂还给艾丽莎发送了几条威胁短信。由于何塞答应过女友要与艾丽莎断绝不正当关系，所以这些电话和短信让他感到非常紧张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也就是12点15分左右，何塞匆匆结束了约会，很快联系了母亲接他回家。大约凌晨1点左右，何塞乘坐他母亲的汽车回到了住所，之后就再也没有外出过。何塞的说法成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因为艾丽莎显然陷入了三角恋纠纷。与何塞相比，发送威胁短信的克里斯蒂更具有作案嫌疑，于是警方立即对克里斯蒂进行了询问。克里斯蒂没有否认对艾丽莎的敌意，也承认确实给艾丽莎发送过威胁消息。然而即便如此，克里斯蒂很快洗脱了作案嫌疑，因为他在案发那晚去了亲戚家，具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。这条线索中断后，警方又将重点放在了案发现场的物证上，也就是先前找到的2个安全套。经过技术人员检测，现场的2个安全套中，位于尸体附近的那个因为遭到大火损坏，已经失去了有效的生物证据。而在垃圾桶里发现的安全套，虽然里面存在男性液体，但液体中并未检测到生物信息，也就是安全套的使用者做了节育手术，无法生育子女。这项发现让警方非常意外，
因为本案最主要的嫌犯何塞已经有了孩子，不存在生育问题，而艾丽莎的室友瑞秋刚刚经历了分手，当时还没有新的伴侣，所以垃圾桶里的安全套显然来自与艾丽莎有关的其他男性，这就意味着除了何塞以外，本案还有另一名嫌犯。鉴于这种情况，警方暂缓了对何塞的调查，转而全力搜寻另一名嫌犯。通过走访事发公寓的住户，警方很快找到了潜在线索。根据艾丽莎的邻居所说，大约在案发的前1个小时，也就是凌晨1点左右，瑞秋的前男友约翰曾来过事发公寓。当时他看上去有些鬼鬼祟祟的样子，并且还向邻居打听了瑞秋的近况。虽然这位邻居并不清楚约翰的来意，但知道约翰和瑞秋存在经济纠纷。起因是两人在交往期间，瑞秋承担了全部租房费用，所以分手后就想让约翰承担一半的房费。由于约翰不愿意支付，瑞秋便扣押了他的个人物品，这导致两人经常发生冲突，甚至约翰还曾偷盗过瑞秋的公寓作为报复。邻居的说法引起了警方的关注，尽管约翰与艾丽莎没有直接矛盾，但由于他到达公寓的时间与案发时间比较接近，并且当时已经是后半夜，存在认错人的可能性，所以警方认为约翰具有一定的嫌疑，于是立即对他进行了询问。约翰承认那晚他确实去过事发公寓，但强调只是刚好路过，并非有意为之。按照约翰所说，那晚他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想借机捉弄瑞秋，发泄一下内心的不满，但没想到当时公寓内似乎没有人的样子，任凭他如何敲门，里面就是没有回应。于是自感无趣的约翰不一会儿便离开了公寓。接下来他去了快餐店购买宵夜，然后又回到了自己的住所，当晚就再也没有外出过。警方核实了约翰的说法，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快餐店的监控证实，约翰在案发前就已经离开了公寓，所以他显然不可能是另一名嫌犯。调查进行到这里，仅仅过去了不到1天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警方不仅展开了上述工作，同时也检查了艾丽莎的通讯设备。正是这种高效的工作方式，让他们很快有了下一个重要发现，那就是艾丽莎是一名职业应招女郎。起初警方以为这条线索可能会导致大量调查工作，但好在艾丽莎主要通过网络发展业务，所以警方很轻松就掌握了她的客户信息，并从中锁定了一名叫皮特的本地男子。之所以怀疑皮特，主要是他在案发那晚接受过艾丽莎的服务，而且时间就在案发前不久，于是警方立即审问了皮特。一开始皮特没有承认买春行为，因为这在加州并不合法，可能会面临高额的罚款。但随着审问的深入，皮特很快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最终改变了态度，不仅承认与艾丽莎发生过关系，还透露了自己绝育的事情。根据皮特所说，案发那晚凌晨，他根据艾丽莎发布的广告前往了事发公寓。首先他花费$40观看了艾丽莎的舞蹈表演，然后又花费了$40加了一项其他服务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两人的交易结束，皮特离开公寓返回了自己的住所。至于后面发生的事情，皮特表示并不清楚。警方对皮特的说法有些不太确定。首先，皮特是一名独居者，很难通过常规手段核实他的不在场证明。其次，根据先前何塞的陈述，皮特应该在何塞还没有离开前就已经到达了公寓。正常情况下，两人应该有过见面，但他们却都没有提及对方的存在。这表明要么有人记错了时间，要么有人没有如实交代。鉴于这种情况，警方暂时将皮特滞留，并再次询问了最初的嫌犯何塞。这次问话，何塞很快改变了说法，不仅承认知道艾丽莎的职业，还表示见过皮特。根据何塞最新的陈述，当晚他提前离开公寓，主要是为了给皮特让出位置。因为何塞与艾丽莎除了是各取所需的伴侣，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所以何塞不想耽误朋友艾丽莎做生意，于是就在皮特即将到来时提前去了楼下。正是在楼下等车的过程中，何塞看到皮特进入了艾丽莎的公寓。至于为何一开始没有讲述真实情况，何塞解释说，由于艾丽莎刚刚从事这份工作，有很多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，
所以他作为朋友经常指导艾丽莎，从某种程度上算是参与了艾丽莎的不法活动。正因如此，何塞担心自己受到牵连，于是故意隐瞒了这件事情。尽管何塞的解释听上去有些道理，但由于本案所有的调查工作全都集中在了同一天，所以当时警方还没有来得及核实何塞的不在场证明。正是这个原因，警方在这天晚上联系了何塞的母亲，结果发现何塞并未如实交代。实际上那晚他母亲接他的时间是在凌晨2点，也就是火灾发生之后，并不是何塞最初所说的12点15分。对此，何塞再次改变了说辞，将责任推给了艾丽莎的客户皮特。 He had something around her throat. I stood by like a coward. I didn't kill her, but I didn't help her either. I think she was dead. Everything was on fire. Just left. 尽管何塞看上去非常悲伤，但这仅仅只是为了逃避责任做出的假象。审问结束后，警方调取了何塞和皮特的手机位置信息，结果显示皮特在火灾发生前就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住所，而何塞的手机位置直到火灾发生后才有了变化。至此，警方已经确定了凶手就是何塞，而破案时间也只耗费了不到1天。虽然凶手何塞始终没有承认罪行，但警方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，不仅能将他绳之以法，还找到了犯罪动机的依据。通过恢复何塞手机中删除的大量短信以及案发现场的情况，警方还原了事发的整个经过。何塞与艾丽莎原本只是各取所需的伴侣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男女之事便不再是何塞的主要考虑，赚钱就成为了他的首要目的。为此，何塞说服艾丽莎成为了一名应招女郎，而他主要负责帮忙解决艾丽莎的顾客问题。作为艾丽莎的经纪人，何塞当然希望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好，但案发那晚却是个特殊的例外，因为皮特并不是何塞介绍的顾客，所以他也就没有办法分到相应的介绍费用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何塞通过这件事情意识到了更大的问题，那就是艾丽莎具备了独自发展的能力，随时可能离开何塞自己单干。所以何塞不仅失去了这单生意，还有可能以后也没有了这部分收入，这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事情。实际上，这并不是艾丽莎第一次自己发展顾客，大约在案发前几天，何塞就因为类似的事情警告过艾丽莎，只不过艾丽莎没有当真，所以案发那晚无意间惹怒了何塞。当然，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，还有就是那晚何塞原本想与艾丽莎约会，但由于皮特的到来，他只能被迫先到楼下排队，这同样激起了何塞的愤怒情绪。所以在这一系列事情的作用下，何塞就产生了杀死艾丽莎的想法。大约晚上12点30分，也就是皮特离开公寓之后，何塞首先哄骗艾丽莎发生了亲密行为，然后又在最后的阶段从背后窒息了艾丽莎。时间大概在凌晨1点左右，早于瑞秋的前男友约翰到达的时间。作案结束后，何塞点燃了卧室的床单，迅速逃离了现场。2011年6月，案发近3年后，本案开庭审理，何塞因谋杀罪、纵火罪被判处34年至终身监禁。现年37岁的他有资格在2032年获得假释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下期见。